架上。主耶稣，孩子真是要说着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你而活？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时常在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主啊，真是仍然把你摆在我们的第一位。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时常想到你的厚恩，主啊，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主耶稣，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因着你的宝血，主啊，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主啊，都能够靠你得胜。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以下时间我们交给信全。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王姐要我分享一下就是晨祷分享，那我就继续之前的，就是关于天国的比喻的部分，那我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天国。那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非常熟，然后我也是看一看之后，然后上网查一下资料这样子，所以说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在事后再问一下吴哥或者王姐这样。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关于麦子跟稗子的比喻，然后这个比喻就是比较难得，就是耶稣在事后有跟门徒在做解释的。那我们大家就先开始来念一下经文。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然后第13章。然后第24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好了。稗子的比喻，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25节，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26节，等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27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28节，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撵出来吗？29节，主人说：不必，恐怕撵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30节，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撵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然后第36节就是耶稣开始解释稗子的比喻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37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38节，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39节，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40节，将稗子撵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41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42节，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43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那这个经文应该大家都听很熟，因为这个就是成主日学什么都应该不知道讲过几次的对，那当然我还是要再跟大家再提醒一下这样子。那大家都知道稗子跟麦子，就文中来说，应该两种是非常像的植物。那两种原则上都是草根植物、草本植物，然后它们在结穗之前就是长得都一样，就是分不太出来。但是结穗之后呢，那个稗子它就是种子比较黑、比较灰、比较小，它的种子最主要是拿来是喂鸡
当祭祀料吃的，那就不是给人吃的。所以说，那麦子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平常在吃的东西，很多都是用麦子做的。所以说，两者来说的话，分别就是一个是给那个牲畜吃的，一种是给人吃的。对，所以说，当你的麦子田里面有稗子的时候，那其实对于那个农夫来说是一种作物上的损失。所以说，因为他就是没办法卖比较好的价钱嘛。对，然后所以说，当然这里面的比喻中有提到两种，一种叫做好种子，好种子就是麦子嘛，然后坏种子就是稗子。那好种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义人，就像是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里面提到的好仆人。好仆人就是说，那个我给你5000两，我给你2000两，你有好好去运用的。就你有去让那个钱就是变得更多，增利息的，那就是好仆人。所以说，那个好仆人就是好种子，就是义人，那就是麦子。然后坏种子的话，那就是恶人，然后就是坏仆人，就是里面那个就是把那个钱埋在土里面的那一种。就是说，我钱埋在土里面，然后就耶稣神是很坏心的，就是那个。怕被惩罚，就是把钱放在土里面，也没有生利息。对，所以说，其实麦子跟稗子，它原则上它可能都是基督徒，或者说都是有听过福音的，都是甚至有可能是信徒的人。但是它的差别就在于说，一个有就是真的去行出主的道，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只有听到，然后并没有去行出来。然后在收割的时候，就是末日的审判。那末日审判就像是那个最后到大审判的时候，我们去面对主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场景。所以说，关于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当你如果是一个好的麦子，能够结穗60倍、100倍、30倍。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奖赏。那如果是稗子，我们只有听福音，那没有去行出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到最后也只是被撵出来，然后混成混，去烧这样。所以说，就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有几个重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看外表，不要去论断谁是麦子，谁是稗子。因为我们在麦子、稗子结穗之前，我们都看不出来。对，就像是说，那个仆人就说，那个主人，那我们要不要把那个稗子，就是把它撵出来，先把它撵出来烧掉？那主人就说，不要等到他们结穗之后。那意思就代表说，我们大家虽然说都在教会，我们大家也许在公司上班，也许大家一起生活，那你觉得说，他很坏，他就是做什么事情他很讨厌，或者说，他这个人不属灵，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说他遇到什么问题，你觉得说他以后会被上帝惩罚的？但是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己去论断的，因为这能够论断的就只有主而已，只有主在审判台前才能够论断每一个人。我们都只有看到片面的故事而已，没办法说看到他一整个人的人生，你不知道说他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说，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随便论断的，就是麦子跟稗子要等到成熟之后才能分辨。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要学习容忍，就是要学习容忍，因为真正知道稗子是谁的，就只有上帝。就像是我们在诊所或者在医院，然后就遇到很多病人，他好像怎么就是讲话态度那么不好，然后怎样就是很让人家觉得傻眼这样。但是治疗之后发现说那其实人还不错。那反而是有些人他都每天跟你客客气气的，就到时候出事情之后，他就想要对你怎样，就是说想要走法律途径或什么的。之前在台风红中就有遇过类似的状况。所以说，我们常就是说，当你遇到谁啊，或者说你觉得他好像很不好的时候，其实你要学习的一点就是容忍，就像耶稣叫那些仆人，不要把那个稗子撵出来一样。
你要忍到他几岁的时候。对啊，就像是我们在诊所有些员工也是，他也是刚开始都也是，就是做事都那个爽爽或什么的，但是你要一直忍耐，一直忍耐，然后到最后发现他越来越好之类的，这也是同样的意思。当你他没有结出果子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结麦还是结稗子，所以说你不能就是太早论断他，太早就把它处理掉，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把好的麦子也一起处理掉。然后第3点就是说，敌人会在就是你自己最安逸的情况下撒下稗子，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撒下稗子？因为他是在人睡觉的时候。所谓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扩大解释说是安逸的时候，当你觉得舒服的时候。那一个教会什么时候会觉得舒服？就是说，当一个教会很长、很茁壮，然后教会很大，或者说教会的财力完全没有问题，或者说教会体制很健全，或者说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安逸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开始争权夺利啊，就开始要爬到更高的位置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在工作场来说的话，就是说，你的公司就是营运稳定，或者说，大家就是说，客人很多，那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我们就是除了在那个生存方面已经达到后，要开始追求更高级的层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安逸的时候。所以说，当这个安逸的时候，常常就是魔鬼撒旦就在这个时候会撒下安逸的种子，就是稗子。就是说，让你就是开始分裂，你就会觉得说，看这个人不爽，你看那个人不爽，我要爬到更高的位置，把这个人除掉啊之类的，会慢慢的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就是稗子在作用。那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就是常常要在神的里面，那常常要祷告寻求神，然后常常要亲近神，让神就是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常常处在这种安逸的条件下，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每天都能够活在主耶稣的警醒当中，这样子。那我的分享大概是到这边，谢谢大家。这个上礼拜如果来就知道，他其实是讲相同的东西。我讲这意思是说，感谢主心权就是很顺服哈。就是这个长者的劝，因为他上礼拜只有他跟我，所以我说上个礼拜有来的都听过了。那因为他上礼拜他只有罗以跟德顺，那我就说还好，我今天请他分享，因为你是虽然说他没有说过什么事，但是我觉得是也是很好的分享，我没有错过这样一个分享，所以说很感谢神。当然我知道今天董牧师讲主题是讲合一，虽然我不知道内容，但是我觉得神是很奇妙的，因为他刚才讲到出于工作教会在什么状况下就开始会处理这个事后，所以感谢神。虽然还没开始服崇拜，那今天很开心看到赵哥和淑菲姐因为当然也很开心看到青雄跟婷霞，我只是说因为赵哥跟淑菲，我也想说他们会不会然后9月份就出去结果感谢主都在巴尔的都在主教。那所以我想接下来呢，因为师母呢就是董牧师太太，若是你认识的时候，她在很多方面都很有恩赐那虽然说接下来只有短短的大概20到25分钟到大概10点20或10点半，那我们抓住任何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做成我们属灵的帮助的供应的，就把我们围一个圈好吗？围一个圈，接下来请谢谢。但是我在想，因为我要把经文放在上面，还是每个人都有圣经。把什么放在上面？经文已经在上面了。已经在上面了。所以你是不用回去，不要吵，好不好？不要买。
因为接下去是祷告会，那时间又很短，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把2个诗篇、95篇和100篇在这里面。所以呢，如果你祷告你想不起来，你就可以看看这里面的经文，你就会想得起来要祷告什么。所以我们第一段我们就来赞美神。你想到神到底有什么伟大？神值得我们来赞美他，所以在这里面都有答案，或者你自己想起来，哇，什么事情对你很有触动，你需要来赞美他，你要来歌唱他。所以我们第一大段就是想我们来赞美主。好，然后第二段呢，我们就想到说，在以色列真的第10节，40年之久，神厌烦那个时代，说这是迷糊的百姓，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在这中间就可以发现，人很多时候不想听神的话，或者不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在第二段里面就来承认我们有什么过犯，我们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我们来认罪。然后第3段就想到我们要怎么样来调转脚步，把心归向神啊。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答案，你想不起来你就看这经文。如果你自己觉得已经很有感动，我们就祷告，好不好？所以我们先来第一段，我们先来赞美。你觉得神有什么值得我们来歌颂赞美？所以你有感动，你就站起来祷告，大声祷告，或者你坐着也可以。所以不是祷告会只有我祷告，每个人都要开口啊。所以每一段呢，最好每一个都开口，绕一圈以后，我们就到第2段，然后就到第3段，然后我们就结束，好不好？主啊，我们实在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为你是何等美善的主。主啊，你真是造了我们。主，想到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主，你怎么样来供应我们生活所需？你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你实在是牧羊人，你带领我们这些属你的羊。主，我们为这一切来感谢你。亲爱的主啊，孩子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牧养你无用的仆人。自从信耶稣以后，40多年之间，50多年之间，你一直在牧养你无用的仆人。孩子要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把孩子的许多那一些棱角磨掉，然后以后才能够出来侍奉你。主啊，孩子的一生可以见证你在孩子身上的作为。孩子不仅仅从心里面看见你自己的作为，孩子也知道你与孩子同在，在孩子极其危险的状况之下，你把孩子从台湾带到美国，让孩子避开一场大灾难。天父啊，这样感恩的话，这样赞美的话，其实诉说不完，其实歌颂不完。但是主啊，孩子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孩子特别感谢你，赞美你，让秉忠邀请孩子来花莲讲道。这也是孩子在第一次在自学福音中心讲道。孩子感谢你，赞美你，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孩子相信你是与教会同在，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主，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要因着孩子要因着你的拯救向你欢呼。主，你不但拯救，主，你还拯救
孩子到底。主用你的爱，你在十字架上做成这样拯救的工作。主真的是在这一生里面要不断的欢呼。主不但如此，主你在每一天的作为里面，主让孩子都要能够唱新歌来赞美主，来感谢你。主真的谢谢你，主你是我的神。主耶稣也让孩子知道我是你的羊。主你说你是我的神之后，你就称我们是你的羊，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一生就是这样的比喻主。主你却是就像用羊来比喻，我们就是需要有大牧者一生在你的营里面，为这个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感谢你，但是创造于是我们的救赎主，创造了我们，造了我们用爱教导我们，是的，如果是没有马上出来，就是来供应我们的需要。谢谢你，是你的大牧者，是的，我是牧者里面的你的羊，我们这些羊也要听你的声音。阿门。谢谢你，常常用你的慈祥爱所来引导我们。你在我们走错了路，偏离。当我们偏离背逆的时候，你就常常用柔声来让我们回让我们来，一起再来享受你的慈爱人慈爱和你所供应的一切的美善。主啊，我们的所有的美善都是从你而来。是的，主帮助我们常常来思念你，思念你对我们所献上所摆上的。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来数算你的恩典，常常来赞美敬拜你。是的，你爱我们胜于水，我们用你的爱来培育你的爱。是的，主赞。亲爱的阿爸天父，让我们回顾我们自己过去的一生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就像我一样，晚睡，常常喜欢偏行其路，时常走人的路，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我们继续在看的时候，真的发现恩手真是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在无数次的机会里面脱离了那鸵鸟的网，陷入撒旦所设的陷阱，但是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试探，不要我们脱离凶恶，是吧？当孩子想回想这些一生里面自己不知道但危险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典，这些就可能出在这里。是吧？我们就真是感谢你，你真是大，真是引领我们走那一生的路，就是走在平安的路上，走在蒙福的道路当中，让恩典的时候都撒满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感谢，祈求感谢，出现。好。主啊，你是何等奇妙可畏的神！主啊，我们是你的羊，我们本该聆听牧者的声音。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常常有个顺服的心藏在你的面前，并且主啊，能够真的是天天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勇敢的将你话语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你。主啊，不被这世上所有的种种的诱惑被魔鬼撒旦所抓去。主耶稣，恳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成为你的门徒，主耶稣真实的来服侍你，真实来跟随你，并且跟随到底。感谢主，赞美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个世界上，主求你真是让我们能够时常思想那永恒的家乡，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要就是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要遇到试探，主要求你真是救我们脱离凶恶，主要在这个世代真的是有许多的险恶，有许多的弯曲悖谬的事情。主要求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是能够成为你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要以至于当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主要能够得到你的称赞，而不是说就是你不认识我们。主要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的力量，主要让我们在活着的每一天，主要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求你来帮助我们，说你恩典我们随着冠冕，如今都记下子了。阿门。主要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要真是在世上有许多的喜乐，在世上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让人跌倒的事情。主要但是都求你来帮助我们，来一一克服。主要真的是因为你说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后真的是在每一天当中，主要都是能够靠主得胜，奉靠主的名求。阿门。主啊，我实在是要感谢你，因为全地都是你所造的，是的，地的深处在你的手中，山的高峰也是属于你，海洋属于你，旱地也是你所造。是的，主，你造的全地是何等的美！主啊，你真是造满了世上所有的一切，最后一天才造人。主，你知道我们人的需要。主啊，你造了万物，让我们能够享受。主，我们为这一切的恩典来向你献上感谢。主，你不但是创造的主，你也是维持的主。主啊，如今世界虽然在动荡中间，主啊，但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旧坐着为王。主，我们为这一切来感谢你，来向你欢呼。主，我们也知道你是审判全地的主。主啊，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主是何等的迷糊。主，他们多次试探你。主啊，当没有水的时候就发变，当没有食物的时候也发变。主啊，他们不知道你就在他们的当中。主啊，竟然会要造金牛犊带领他们回到埃及去。主啊，他们是迷糊的百姓。主啊，照样我们许多的时候，主，当我们碰见难处，主，我们就发病。主啊，当我们真是经过许多水火的时候，我们以为你已经丢弃我们。主啊，都是来到你面前，求你再一次来饶恕。主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看见多少的神迹奇事，在埃及地看见主你所行的奇事。主啊，竟然到最后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能够进迦南地。主，照样我们活在如今。主，我们也是走在旷野的路上。主啊，若不是你保守我们，主，我们可能也是倒闭旷野，不能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主，所以再一次今天早晨，主，你把这美好的时光赐给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主，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有什么隐恶，求你来赦免。我们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认自己的罪。主，既然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当我们愿意认罪，没有一个罪你不能够赦免。主啊，当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主，你就洗净一切的不义。主，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得你自己随时的帮助。主啊，所以求你自己再一次的光照，让我们在这时候每一个都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从第8节到11节，
你把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悖逆的事情，全部讲出来。哦，亲爱的主啊，其实以赛亚曾经讲过，说以色列人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油蒙了心，所以他们看不见我们的天父上帝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但是约书亚跟迦勒，他们的心却是柔软，他们看见，他们明白，听见，他们也晓得。所以只有2个人坚持到底，说要进迦南去，其他的以色列人603500多，都是要回埃及去。哦，主啊，这是何等的悲剧！所以，亲爱的父神，我们恳求你，除去我们的实心，赐下肉心，让我们的心柔软，我们可以从心里面的眼睛看见你自己无穷生命无穷大能的作为，让我们就歌颂你，让我们就赞美你，让我们凭着你所赐的信心，走人生的道路，最后进入安息。就是的，让孩子不要成为那个世代里面那个让你厌烦的百姓。主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出。主帮助孩子，迷糊2个字，主不是可以常常用的。主的迷糊是因为孩子不常亲近，不常在光中，眼睛没有被打开，所以竟然不知道孩子一生每一天都是有你的作为。你让孩子因为不知道你的作为，主让以至于常常成为一个抱怨的人。主耶稣帮助孩子，让我从一个不常抱怨，而且常常口里不要有凶恶的言语出来。主更是主，不要让孩子成为一个常常不耐烦别人的人。主常常要思想你在孩子身上的爱和何等。主耶稣真的求你帮助孩子，真的能够常常思想你的作为，以至于成为一个赞美的人。不要常常口出恶言，对待别人是不好的。主耶稣恳求你持续的光照。主啊，当我们认识你越深之后，你就越慈爱怜悯，也就会看见我们是卑微，真的是罪人。你帮助我们，有一颗被你怀抱的心，有一个柔软的心肠，是你不容易。主啊，你自己是那有怜悯的慈爱，而且是帮助我是丰盛慈爱的神。让你愿意按照我们的罪过来，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用你的慈爱来带领我们。你的心
主啊，我们才是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赐给我是肉心，不是实心，也不是硬心。哦，主，我们是愿意成为一个人了，愿意听你话语。主啊，当我们感受主你自己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真是要去看今天的诗篇100篇。我们当要来侍奉你，我们乐意的要来侍奉你。主，因为就像罗伊所带的诗歌，主你惨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凄惨。主不是因为你的罪，你却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我们活着，不是在为自己活。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一生献在你的手中，主，让我们侍奉你。主啊，是甘心的。主，我们感谢你。主真的在这即将新的学年，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进入诗篇100篇第4节，主常常称谢、赞美、感谢。主真的是那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钥匙，就好让我们真的是在能够进入你的至圣所，主能够在那里与你面对面，主耶稣享受你那荣耀的彰显，主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常常能够称颂你耶和华的名。亲爱的阿爸天父啊，真是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把神当神。主啊，是。主啊，真是让你配得一个的接受在你的荣耀里。啊，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你有你的全能摸出万事。我们只不过是如果一尘一般。甚至连水桶中的一滴也不如。是的，主是主啊，真是让我们把你当神看待。是的，是的。心中不要有偶像。是的，心中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想象。是的。真是让我们的心紧紧贴住，真的是能够从你那里领受真正那荣耀的形象。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他的样式。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侍奉你。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的恩典恩膏与我们同在，圣灵与你在，我们众圣洁的谢谢你，祈求感谢主啊，我们才是感谢你，时间是这么样的快。主，真是当我们看见这2篇的诗篇，我们实在晓得你就是神。主啊，你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屈身来敬拜你，我们要在你面前跪下。主，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主。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真是从心里面向你呼喊，我们需要你。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需要你来供应我们，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跟随你自己的脚踪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